洪作是一个成功的作家，同时拥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，三个女儿乖巧懂事，看上去非常美满。但他的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恨，有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。父亲重病，洪作和妹妹都回到了老家。当病榻上虚弱的父亲去拉儿子的手时，洪作下意识地挣开了。他离开父母家时，母亲正在洗菜，他没有叫妈妈，只是说了句“我会再来的”，态度非常冷漠。但对村里的其他人，他却特别热情。母亲匆忙追上了自己的儿子，给他拿了一颗芥末，然后装作有事去村口，实际是陪着儿子送他离开。洪作发现母亲开始出现遗忘的症状，在回东京的车上，他把那颗菜小心翼翼地包好，放到了自己的手包里，可见他对妈妈给的东西非常珍惜。洪作和女儿们的关系也有问题，他经常发怒，几个孩子，尤其是小女儿，非常怕他。他对母亲是有怨恨的，在他的记忆中，当年他小的时候，母亲经海上逃难，没有带他，将他安置在一个亲戚家里，并且给了他一个幸运符。从那时候起，他感觉自己被母亲彻底抛弃了。几十年后，心中的怨恨犹在。洪作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，回忆起最后一次和父亲见面的场景时，他总觉得是父亲把他的手甩开了。他感到父亲对自己也很疏远，但妻子对他说，也许父亲是想松一下手，然后把你的手抓得更紧一点，结果你误会了，以为他不想和你握手。这个解释并没有说服洪作。父亲的葬礼之后，母亲的遗忘症更加明显了。父亲死后，洪作发现自己的很多习惯都和父亲极为相似。一天，他在写作的时候，母亲小心翼翼地来到他的房间，想和他谈一谈，跟他解释一下当初为什么把他留在伊豆的亲戚家，而没有带着他走。没等母亲开始，他便埋怨母亲把他丢下以后，就再也没有来看他，并且很不耐烦地呵斥母亲，把他赶走了。洪作没有想到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次和母亲沟通的机会。母亲生日那天，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洪作表面上彬彬有礼，私下里他对母亲抛弃他的事情耿耿于怀。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原谅过母亲。此后，母亲的病变得更加严重，他已经认不出在旁边照顾自己的女儿了，并且冷嘲热讽，让女儿几乎崩溃。病中的母亲也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，他把洪作当成了别人。一天，他对洪作说，自己想要到伊豆去看自己的好儿子洪作。洪作听后很受触动。当晚，9岁的小女儿也鼓足勇气说到了她的痛处，对母亲的愤怒和怨恨是她写作的动力。这让洪作开始了自我反思。当夜母亲不见了，找到母亲的时候，她正在神殿为儿子祈福。母亲也从这个已成陌生人的中年男人身上发现了那平安符。几十年来，洪作一直佩戴着它。母亲的病更重了，一天，他跑到儿子的房间，拿着手电筒照来照去，那样子像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在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。后来，母亲把洪作当成了其他人，和他讲述着自己当年去寻找儿子时被亲戚拒绝的痛苦。洪作这才知道，当年母亲并没有抛弃自己。他发现自己童年时写的诗，母亲一直保留着。这时，母亲缓缓地读起了儿子当年写的诗：我和妈妈要跨过那个海峡才能相聚。听了这些，洪作非常激动，哭着离开了。经过几十年的误解之后，他第一次知道母亲是一直爱着他的。在陪女儿去夏威夷求学的游轮上，洪作从妻子的嘴里得知，当年兵荒马乱，母亲是怕儿子洪作在横穿海峡长途跋涉中被敌方轰炸而丢掉性命，所以才忍痛将他寄养在了亲戚家里。母亲做出这个决定，恰恰是由于对儿子深深的爱。得知消息的洪作悲喜交集。这时消息传来，母亲再次走失。原来母亲到了一个从前常去的饭馆，想从那里去海边寻找自己的儿子。不久后，洪作的小女儿也找到了那家饭馆，并且在司机的帮助下开车去追已经赶往海边的奶奶。在游轮起航前，洪作决定下船去寻找自己的母亲。他不想一走了之，
像当年母亲抛下自己一样抛下母亲。他让女儿乘船先去美国，自己随后坐飞机与她会合。他对女儿说，爸爸是不会抛弃自己的女儿的。在海边，洪作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小女儿，母子二人的心在几十年后终于再次靠在了一起。洪作在与母亲和解的同时，也与自己的女儿达成了和解。电影结束，儿子背着母亲，脸上重又充满喜悦，绽放出发自内心的笑容。我的母亲手记改编自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半自传体同名小说，讲述了一个因误会而对母亲产生几十年隔阂的儿子，在母亲生命尽头时重新感受到母爱，找回到母子深情的故事。母爱是博大的，也是无私的，没有母爱是人生的一种悲哀，拥有母爱而不自知也是人生的一种悲哀。电影中的主人公洪作属于后一种情况，在经历了几十年后，洪作终于感受到了母亲深沉的爱，他是幸运的。但他被愤怒和仇恨占据的几十年，留给他自己，也留给了母亲、妻子和女儿们深深的创伤。主人公和女儿们处理不好关系，与他和母亲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大的关联。与母亲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今后人生的众多关系，是生活于爱的温暖中，还是生活于恨的冷漠中。一念之间，人生大不相同。人生有一种真实，但有无数的视角；有一个爱，但有无数种感受和无数种诠释。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情感，因为视角不同、时空限制，导致了误解的产生。如果亲人之间、父母和子女间能设身处地、感同身受、换位思考，也许很多令人抱憾终生的悲剧便不会发生。相信爱，便会发现爱；发现爱，便会感受到温暖。有了爱的温暖，人在旅途才会多一些欢笑，少一点泪水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补光说影为您分享好的电影、好的故事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。喜欢的话，请关注、订阅并点赞。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